俄罗斯又胡乱了。众所周知，普京是保镖出身，但他的同行，一个号称世界第一的王牌保镖，连自己老板的命根子都护不住。你敢相信一个直面数据无敌、堆满了导弹和机炮的铠甲，居然眼睁睁看着一枚只要3万美元的破木桩子炸毁了最重要的工厂吗？俄罗斯沃特金斯克机械厂就在这座专门生产核导弹的心脏工厂门口，铠甲 S1 正顶着他那4部昂贵的相控阵雷达，在月光下威风凛凛的巡视。但长得吓人有什么用？乌克兰的 FP5 就那样慢悠悠的一头撞进了俄罗斯的核武库里。工厂炸了，核弹没了，但铠甲 S1 还在。大家戏称 FP5 是破木桩子。如果这样说，那铠甲 S1 就是真的木头桩。这位身价上亿的保镖全程像个木头人一样，这到底是另有隐情，还是俄罗斯军事工业的一次世纪大骗局？或者说，官员们又把钱全换成了伏特加、游艇和别墅？我们得先承认，单看直面数据，铠甲 S1 确实长了一张我不好惹的脸。俄罗斯工程师在设计这玩意儿时有一个信条：如果技术解决不了问题，那就用炮火解决。铠甲 S1 的核心设计逻辑非常暴力，炮弹合一。他的设计师认为，防空导弹有死角，高射炮有射程极限。俄罗斯专家聪明的大脑开始思考，那要不干脆把它们焊在一起，就像一杆枪射程10米，2把枪拼在一起不就是20米了吗？于是铠甲 S1 诞生了。它的背上插着12枚5716地对空导弹，射程20公里，最大飞行速度达到3马赫。只要战机进入这个范围，这种2级推进的铁棍就会像疯狗一样咬住不放。而如果敌人的导弹足够幸运，穿透了第一层拦截，迎接你的将是铠甲 S1 最变态的手段：2门每分钟能喷出5000发炮弹的 2A38M 型30毫米自动机炮。5000发，这意味着飞机和这辆车之间1秒钟内就会出现一堵由炮弹构成的铁墙。这种火力密度，别说巡航导弹，外星人来了也得被切成肉末。更离谱的是，他是一个全能选手。在全世界的防空系统中，铠甲 S1 是极少数能单兵作业的要塞。它自带相控阵搜索雷达，自带高精度跟踪雷达，甚至还自带红外光电跟踪器。按照俄罗斯的说法，从雷达发现信号到导弹离架，最快只需要4秒钟。大家想想看，如果你是一名西方飞行员，在执行低空突防任务时，突然在树林后面冒出这么一个自备干量、火力全开、反应速度快到惊人的全地形割草机，你的第一反应绝对是找弹射手柄。这种独立要塞的设计让铠甲 S1 在参数上近乎无敌。它可以隐藏在普通的集装箱卡车里，可以布置在摩天大楼的顶层。在叙利亚战场初期，它确实拦截了不少低配火箭弹。那种一炮一个准的画面，让中东的土豪们纷纷掏出支票本，把它捧成了拦截之王。不过，这帮中东土豪没想明白一件事：你是相信俄罗斯的纸面参数，还是相信特朗普正在看的这个视频？反正火力军觉得，比起俄罗斯的谎话，特朗普起码真的看 YouTube。这些恐怖的参数其实全是基于靶场逻辑的幻觉。在俄罗斯那些环境清幽、信号干净的像真空一样的实验场里，铠甲 S1 确实能打下任何东西。但当他走进了那个充满了电磁垃圾、廉价诱饵和算法干扰的真实战场时，这个满分状元却表现得像个刚进考场就被吓尿的差生。他的雷达系统有着一种非常滑稽的病——认知过敏。因为他的处理器算力实在太低，为了不漏掉那些飞快的目标，他必须把灵敏度调到极限。这就导致在复杂环境下，铠甲 S1 的雷达屏幕上满是雪花。他要么是看谁都像目标，对着天空疯狂倾泻弹药直到打空，要么就是为了过滤杂波，直接把那枚木头做的飞得像老爷爷散步一样的火烈鸟导弹当成了一个无害的垃圾袋。这种实验室里的战神在面对真实的战场单纯的像个萨摩耶。但有的观众会说了，火力军又在黑俄罗斯了。铠甲 S1 曾经也在中东辉煌过，确实他是有过优异的表现，但那真的是辉煌吗？在那段中东的岁月里，他确实是俄罗斯防空军手里的定海神针。时光倒流到叙利亚战争，在赫梅米姆空军基地，铠甲 S1 曾书写过他最灿烂的履历。2018年1月，武装分子利用多架自杀式无人机对俄军基地发动大规模蜂群式突袭。面对低空、慢速、小目标的密集攻击，铠甲 S1 迅速反应，凭借弹炮结合的火力系统，连续击落多架来袭无人机，配合电子战手段，成功化解了这次突袭。整个过程基地没有遭受任何损失，人员装备全部安全。这一战直接证明了铠甲 S1 在反无人机、近程防御、拦截低空小目标上的强悍能力。
也让它成为俄军海外基地最可靠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是那时候他的对手是谁？我们不能只看战绩不看对手。比如说你拿着电苍蝇拍打死了一堆反人的苍蝇，当你回家在推特上面写道今日战果击毁敌机100架。俄罗斯就是这样，他的对手是那些拿着业余遥控器用胶合板拼出无人机的游击队，或者是老掉牙的122号灭火箭弹。面对这些手工作坊里的威胁，铠甲 S1 展现了它的性价比和高性能。不过时代的眼泪往往在最自信的时候流下，当真正面对同时代的对手时，俄罗斯才明白中东的辉煌是虚假。当今的俄乌战场已经不再是叙利亚那种小打小闹了，对手拿出的不再是塑料玩具，而是具备全天候电子对抗能力的自杀蜂群。实战记录显示，铠甲 S1 在2026年陷入了一个极其荒谬的战术死循环。在战场上，它成为黑夜里的明灯，不是指引俄罗斯走向胜利，更像是灯笼鱼的诱捕器，让俄罗斯一步一步走向失败的深渊。铠甲 S1 的设计初衷是末端拦截，这意味着它必须时刻开启雷达，盯着天空。但在现代电子战环境下，这种行为无异于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点亮了一个1万瓦的探照灯，然后对着战场大喊：“这里没有人，重要目标不在这儿。”结果可想而知，铠甲 S1 原本是用来保护 S400 雷达的，结果由于它自己实在太亮，反而招来了对手的火力。最后，原本负责防空的它，却成了整个防区里第一个被定点清除的目标。更让俄罗斯前线部队感到绝望的是铠甲 S1 那糟糕的贵族兵。这台战车上的电子元器件在实验室里确实很强，但温室里的花朵怎么能抵挡野外的狂风暴雨？到了真实战场上，他对环境的要求简直比5星级酒店的保级主管还挑剔。在泥泞、潮湿且充满电磁干扰的极高强度环境下，铠甲 S1 的故障率高到离谱。根据一些前线战报显示，铠甲 S1 不是被打掉的，而是累死的。它的核心雷达扫描机构会在关键时刻卡死，或者那2门号称射速5000发的机炮因为一点点火药残渣就直接罢工。后勤补给更是成了压死这位老兵的最后一根稻草。铠甲 S1 系统极其复杂，它需要的不仅仅是弹药，还需要精密的校准和一套专业的维护团队。当战争进入到第3年，当熟练的技术工人和备用芯片消耗殆尽，这些趴在炼油厂和导弹厂旁边的大家伙，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昂贵的警官树。它守护的不再是领空，而是俄罗斯防御体系中一个深不见底的成本黑洞。好了，我们先把这堆垃圾扔到一边不谈。如果真的只是用技术落后来解释铠甲 S1 的失败，那简直是对俄罗斯官员的一种赞美。他真正的死因是因为他得了一种治不好的病，爱面子。那是铠甲 S1 身上那种顶级保安的迷之傲慢。铠甲 S1 觉得自己是世界顶级豪宅的保安主管，他每天盯着监控，心里预演的是全副武装的特种兵翻墙，是詹姆斯邦德利用高科技的潜入，是布莱恩开着 GTR 的硬闯。所有的防线，所有的重火力都是为了这种体面的对手准备的。但是抱歉，现实却给了铠甲 S1 一个响亮的耳光。那天晚上，真正的刺客既没翻墙，也没开超跑，他只是穿着一身破烂的睡衣，趿拉着拖鞋，一边啃着半个汉堡，一边大摇大摆地从正门口走了进去。这时候，这位身价上亿的保安主管在干嘛？他还在思考，这个流浪汉是不是他邻居家的表哥？这就是铠甲 S1 在面对乌克兰火烈鸟飞弹时的真实状态。俄罗斯工程师在设计它的时候，骨子里流淌的是一种精英博弈的血液。他的雷达和火控系统，脑子里装的全是美军那几百万美金一发的战斧巡航导弹，或者是 F-35那种闪着高科技光芒的机身。在铠甲 S1 的逻辑里，如果一个东西飞得慢得像只老母鸡，身上还没几块金属，那它根本不配被称作威胁。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死因。在战场上，任何看不起对手的行为都一定会为此付出代价。而它的第二个死因是铠甲 S1 身上那股浓郁的红场模特气质。大家有没有发现，俄罗斯的武器总是长得特别猛？铠甲 S1 每次在阅兵式上亮相，那4部雷达转的比谁都欢，导弹插的比谁都直，卡车底盘高的能俯视一切。这种设计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拍照。为了在 PPT 上让那些中东土豪还有克里姆林宫的官僚们满意，俄罗斯工程师把所有能叠的 buff 全叠上去了。他们追求的是炮弹合一，这种看起来像是好莱坞特效的视觉效果，却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物理常识：功能堆得越多，系统的脆弱性就越高。铠甲 S1 就像是一把集成了打火机、指甲剪、扳手，甚至还带个小型投影仪的瑞士军刀。听起来无敌，但真到了野外要砍树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哪个功能都使不上劲。在战场上的饱和攻击下，这支瑞士军刀的表现
真是被逼得得了间接性精神病，因为他要处理的信息量实在是太乱了，又是导弹引导，又是机炮校准，又是雷达搜索。铠甲 S1 就像是一个同时接到了50个催单电话的外卖员，他在马路上左突右闪，最后不仅外卖全送丢了，连自己的电瓶车都因为过热起火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那种极其羞辱的实战录像。乌克兰的小型无人机竟然能骑在铠甲 S1 的雷达头上自拍。铠甲 S1 的沉没其实是在替整个俄罗斯的军事工业体系交学费。它告诉我们一个扎心的真相：当一个帝国的骄傲只剩下几张精修的 PPT 和红场上那一圈履带印时，它距离废品回收站也就不远了。俄罗斯一直都活在梦里，活在那个苏联最鼎盛的时期。他从不纪念苏联，也不曾反思苏联的失败，就像他的统治者一样，盲目且假装强大。在俄罗斯的官方宣传片里，铠甲 S1 每次出场都伴随着雄壮的背景音乐，那高大威猛的8×8卡车底盘，配上顶端密密麻麻的雷达天线和炮管，确实给人一种钢铁机械的压迫感。但各位，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俄罗斯武器的潜规则：长得帅的往往是最没用的，死得最快的。铠甲 S1 本质上是一只被囚禁在自己身躯里的看门狗，它太重了，太高了，也太显眼了。首先是它的底盘，那是著名的卡马斯特种重型卡车。为了背起那套沉重的弹炮合一系统，这辆车的总重量达到了30吨以上。30吨是什么概念？这相当于把10辆满载的越野车叠在一起，压在8个橡胶轮胎上。这种巨兽在莫斯科的红场柏油路上跑起来确实威风，但一旦把它扔进乌克兰或者中东那种泥泞松软的野战环境里，它根本无法挣扎出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滑稽的画面：一辆号称要拦截隐身飞机的神盾，却因为轮胎陷入了泥坑里动弹不得，只能在那儿原地打转，最后被对方一个只要几千块的无人机像开罐头一样从头顶掀开了天灵盖。这不是笑话，这是实战中反复出现的真实剧本。由于它那巨大的离地高度和重心不稳，铠甲 S1 既进不了普通的掩体，也藏不进密集的树林。它就像一个穿着燕尾服去泥地里打架，还没动手，鞋先陷进去了。在现在的作战体系里，铠甲 S1 陷入了一个极其尴尬的逻辑死结。如果你把它放在阵地最前沿，它那庞大的身躯会让它迅速成为第一波被定点清除的目标。如果你把它藏在后方，它那有限的拦截射程又够不着对方的巡航导弹。最让俄方感到羞辱的是，由于铠甲 S1 实在是太沉太显眼，它甚至连逃跑的资格都没有。这就是看门狗窘境。它被拴在了自己守护的工厂面前，被拴在了那套沉重且僵化的工业思维里。它那身引以为傲的装甲和火力，在面对数字化、小型化、高机动化的对手时，不仅没有提供保护，反而成为了它的牢笼。它守护不了核导弹工厂，它守护不了 S400， 它甚至连保全自己都成了一种奢望。铠甲 S1 的沉没是俄式军事美学最尴尬的注脚。它告诉全世界，真正的防线从来不是靠导弹数量堆出来的，更不是靠阅兵场上的威风吹出来的。防御的本质是看你的系统能不能放下身段，去读懂那些廉价、粗糙却致命的底层逻辑。如果还在迷信直面参数，还在靠 PPT 去威慑对手，那么等待你的只会是下一个被起点的瞬间。决定胜负的永远不是那一瞬间的火光，而是你在爆炸发生之前是否能够保持清醒。但偏偏俄罗斯人最爱伏特加。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别忘了点赞关注，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你认为俄罗斯下一个被打脸的神话是什么呢？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